勇者为了结束战争杀进魔王城，却没想到魔王居然是个超级漂亮的红发巨乳美少女，还一见面就要和她结婚。两个人火速闪婚，跑到乡下种田。而这位魔王有一个伟大的目标，那就是世界和平。为此，他致力于钻研农业，提高粮食产量。随着实验田的推广，第一波作物即将开始收成。勇者带着魔王来到湖之国湖畔修道院。人类从贵族到农奴，信仰都非常虔诚，因为精灵的光辉照耀世界，善良民众才得以安居乐业。但比起信仰，勇者觉得精灵更像是自己的朋友。他在战场上时能感受到精灵在身边，他只是单纯的觉得修道院很厉害，城里的人都在修道院习字读书，还会协助困难的研究。对于想做出一番事业的贵族来说，修道院比国王更有影响力。有关人类世界的教育学术与权力的根源都来自修道院。魔王也很期待修道院能给他带来什么。两个人来到教湖中心修道院总部，将一包东西给修女后，来到会客室等待院长。勇者表示，如果谈判不顺利，需要动手，尽管交给他。勇者说着，注意到魔王脸上闪过一丝落寞的神情，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。这时院长走了过来，听到勇者自我介绍自己是白之骑士时，院长突然抬起头，生气地问他：“什么白之骑士？他不就是勇者吗？”勇者也傻眼了，这位院长居然是他3位伙伴之中的女骑士。女骑士质问勇者跑哪儿去了，1年音讯全无。本来4人一直持续着打倒魔王之旅，结果勇者就在某天丢下他们独自离开。女骑士哭了，给了勇者一巴掌：“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啊？一声不吭就走就算了，身边还突然多了这么一个美女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哦吼，是前女友哎！魔王脸不红心不跳，编了一段故事。勇者虽然众筹魔王，但自己伤得也不轻。面对魔王的全面进攻，只能撤退。他路过偶遇勇者，便出手相助，照顾到伤势痊愈。勇者也为了报答他，以身相许不是担任护卫。这招啊，他叫夫妻诈骗。女骑士信以为真。勇者离开之后，勇者小队也只能返回。女骑士向诸葛本部报告了勇者独自前往魔王城的事。不久之后，传来勇者重创魔王的消息，因此所有同伴都获得了赏金。他不愿牺牲勇者来飞黄腾达，于是回到授予他骑士封号的修道院，希望能为大家做点事。听完勇者夸奖女骑士真帅，果然很有男子气概，你果然也是个钢铁直男。一见熟人，女骑士也懒得再装下去，她本来就是大大咧咧豪爽的性格。团队中老爷子拿了赏金，就要去南部诸国，而女魔法使却追随勇者去了魔界。勇者一听可不得了，他去魔界找老婆，女魔法使可别遇到什么危险。叙完旧，言归正传，魔王这次来是为了推广箱子里的东西土豆。一股饭菜香味传来，魔王请人烹了土豆料理给女骑士试吃。女骑士尝了一口，惊为天人，居然会有这么好吃的食物，营养价值高，长在土里也不怕被鸟啄食，就算在贫瘠寒冷的地带也能生长。不过有一点不好，就是有毒。狂宣饭的女骑士差点一口全喷了。魔王又说，只有在阳光照到发芽之后才有毒，只要收成和妥善处理，保存个1年都不是问题。1年可收获3次不说，每平方的收获量还是小麦的3倍。魔王跟你说实话，你不会是穿越凤傲天吧？女骑士听到这儿也惊呆了。若真是如此，许多饥饿的人都能得救。当然，我是魔王，想要找修道院寻求金钱的援助，很遗憾，地主家也没有余粮。魔王表示，他们的目的并不在此，而是希望能在他们越东村修建修道院，并指导农民提高生产的方法，取代过去的农耕方式。接着，在附近的村庄建立更多修道院，不断推广这种栽培方式。他只希望看到一个没有战争和饥饿的未来。女骑士自然同意，并表示修道院会全力协助。他会亲自代表修道院前往越东村。勇者傻眼了，但魔王却表现得非常淡定。或许这就是所谓的正宫气场，笑死，没人能从老娘这里抢男人。修道院的事情顺利解决，只是没想到会遇到勇者的前女友。勇者赶紧解释，他们才不是那种关系。转移话题问魔王最近老闷在房间里做什么。魔王说，总是依赖大地的恩泽，土地就会变得贫瘠，所以要向大地进献，也就是所谓的肥田。烧焦的食物和动物的遗骸、排泄物和厨余，最好是南滨海的鱼，不过用的数量巨大，而且滨海将军常年镇守南滨海。勇者和滨海将军交过几次手，那是魔族强硬派中实力首屈一指的狠角色，和他杠认为很棘手。不过魔王认为最棘手的应该是同盟，全城南部独立都市以及自由商人共同组成的经济联盟，商业范围以南部中心扩展至整片中央大陆，总资产可达天文数字规模。就光南部就有60%的小麦都在同盟的掌握下，如果他们想，连国王都有办法撤换。勇者曾受同盟邀请演讲过好几次，也就是所谓的政治宣传。魔王问他是不是拿到了好几百万金币的酬劳，勇者人家就给了他15枚金币啊！还有很多穿着漂亮衣服的大姐姐围过来崇拜他，还让他们举行什么庆祝胜利的大游行。在一声声靓仔中迷失自我的勇者，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。同盟不具备共同意志，只是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而成长的组织，对魔王来说，因此才有利用价值。商人获得了一个奇特的罗盘，如获至宝的捧回同盟，这个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保持平衡的神奇陀螺仪，是可能改变整个世界的存在。商人们都在惊叹着伟大的发明，同时也在提防发明这个并寄给他们幕后人的意图。随罗盘一起寄来的还有一封来自越东村的信，那里虽然是一个不值一提的开拓村，但是他们探查到越东村的村长正在探查胡之国修道院的意愿，要是为的是这件事，他们同盟很可能就无法独占这个罗盘的利益。魔王的到来让村里重新散发了活力，为此村民们都很喜欢魔王，还经常给外出的女仆母女塞礼物，大家都很羡慕他们能过上这样的生活。得知女魔法使去了魔界之后，勇者就坐不住了，半夜偷偷收拾行李准备去找人。魔王发现了，不过他对勇者表示了支持，不仅白送装备，还给魔族的族长写了介绍信，让勇者找人路上顺便给
给他镇镇场子，然后害羞的想和勇者来临别亲亲。女部长在得知他们2个月连手都没牵，那叫一个恨铁不成钢，提议魔王应该更加积极的进攻才对。勇者猛然害羞，觉得这事儿要不缓缓。魔王不干了，都半年了，他们什么都没干成，这像话吗？而且修道院盖成后，前女友1号就要来，勇者还要去找前女友2号，这像话吗？魔王主动凑上去求亲亲，勇者只害羞的亲了亲他的额头，表示等他回来再继续，然后带着铠甲光速逃走。夏天到来，女仆们正在为即将面见的商人的魔王准备礼服。女骑士在庭院训练贵族们，她刚来的时候得知勇者不在，差点气到抓狂。女部长面对这次的会议很紧张，和商人谈判不是明刀明枪的战争，再加上勇者不在，一切都只能靠他自己。魔王觉得没必要依赖勇者，女部长劝他太过逞强可能会让勇者不安。2位商人来到宅邸，面见盛装打扮的魔王，而魔王从盒子里拿出的宝物居然是玉米。赫鲁晓夫狂喜，你再说你不是穿越来的？魔王介绍这是1年生的农作物，最大的特点是即使缺水能顺利生长，发芽所需的温度为30度，是最适合至今为止不适宜农作的大陆中央地区荒地。这可是一笔前所未有的大生意，将人手送到中央荒地垦荒，即使费钱费力，但是经过整理规划后的大规模耕作，可实现比以往农场更加集约、更具有高生产力的生产方式。而且开垦之后的村落将完全的同盟的控制下，并成为巨大市场。商人明白了，魔王并不是要买卖商品和耕种方式，而是要向同盟贩卖一种新概念。如果他们得到了技术，就算没有魔王也能继续进行。他所图的究竟是什么？魔王表示他不想赢也不想输，只想尽快结束战争。商人大惊，直呼不可能，除了人类胜利以外的结果，战争绝对不可能结束。魔王丝毫不慌，问同盟是不是人魔大战的最大赞助商，为人类赢得胜利提供一切资源。这只是外界对他们的看法。商人用手势向同伴示意，同伴立刻整理帽子，给埋伏在外的杀手们发布信号。殊不知他们的动作都被宅邸里的幽灵骑士看在了眼里。商人问魔王是同盟的朋友还是敌人，魔王回答是交易对象。商人指责魔王刚才的话是背叛人类的异端，他为什么愿意相信同盟呢？魔王回答权衡得失，这是他们的共同语言，是仅次于天地的坚强羁绊。商人愣住，随后哈哈大笑，说的没错，身为人之前他可是商人。同伴摘下帽子示意杀手离开。魔王和商人签订的契约正式成为同盟。玉米的事情还要进行实验和育苗，明天春天才能开始种植。在此期间，商人可以利用罗盘来稳住他的同盟的地位。商人好奇地问，权衡得失是第2强的羁绊，那第1强的是什么呢？魔王回答，那当然是爱情了。商人再次大笑，突然向魔王求婚。他这里没带聘金和聘礼，显得没有诚意。不过死缠烂打和决断力可都是商人重要的武器。魔王很是羞恼，商人接着告别，给魔王整了个文手礼。勇者，快别惦记你那前女友了，你家都快被偷光了。东继承的少主知道老爷子询问关于土豆的情况。湖畔修道院设立以来，不仅指导种植土豆，还改良农具，开设学院，据说还能搞出风车、风力动能，对他们这种缺水的国家来说，可谓是一项重要能源。粮食问题得到改善，居民们却不会再受苦了。少主想着，等到战争结束，让修道院推广农耕，岂不是很好？但一旦战争结束，中央就会切断对他们的资金援助，这种事还得从长计议。入秋之后，魔王因为同盟的事忙得不可开交，而更令他感到不满的是，勇者离开了整整半年，到现在毫无音讯。每一次主动联系他不说，寄来的信上还写着什么救了妖精族美女，差点娶了火龙公主，还见到了女魔法使，气得魔王委屈的大哭。在女部长的安慰下，回房间睡觉了。魔王走后，女部长叫出了躲在箱子里的勇者，他其实早就回来了，只是在躲着魔王，而且说是寄回来的信其实都是他在家里现写的。女部长询问勇者躲着魔王的原因，是因为被旅馆的鸟女求爱，还是被史莱姆女孩告白，还是差点成了牛女的老公？勇者自带转移魔法，就算不能每天，每周至少也能回来1次，但勇者却一直都不回来。勇者有一些怨念，他觉得魔王一点都不依赖自己。一开始他以为魔王用他的力量来扫平魔族，结束战争，但勇者却并不希望他战斗。当然他也没笨到家，知道魔王对他持有的是各种感情，但他就是害怕。女部长提醒勇者，根据契约，他们的一切都属于对方。他彷徨的感受和体谅，憋在心中的愿景和憧憬，想要触碰的念头，说不出口的感情，全都属于魔王。而不久之后，人类和魔族再度开战的消息传来，百叶国为强化中央的联系，跻身强国行列。在诸国会议上，主张不靠圣剑远征军，派出200艘战船和7000名士兵前往被魔族占领的极光岛交战。用这些人打海战无疑是玩笑，一旦战船沉没，7000名士兵全都要葬身大海。越东村的3个贵族少年热血上头，想要跟着上战场，被担任剑术的指导女骑士痛骂了一顿。事后觉得是自己的语气太重，女仆安慰他没有这回事，说他自己也想学剑术。勇者肯把教习剑术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女骑士，肯定非常信任她。女骑士脸红，说女仆越来越像女仆长了，但女仆仍旧活在之前的阴影中。虽然她现在读书识字，村民们对她也很好，但是现在的她真的算是一个人类了吗？